嗨，小伙伴们，这一期来聊一下 iOS 自动化测试的一些 capabilities 参数。在开始之前，先准备好待测 APP。那我这里准备了一个 AI 写的 demo APP， 方便用来讲解。为了可以顺利使用这个待测 APP， 接下来我将简单介绍一下 iOS 真机和模拟器的这个安装包的区别，以及编译和打包的方法。如果不需要了解的话，可以在章节列表中跳到感兴趣的部分。好，那由于我的苹果开发者账号是免费的，生成的真机安装包呢也是只有几天的有效期。所以如果大家要用 iOS 真机来练习的话，可以自己去下载我这个 demo 的源码，然后用插扣的去编译或者打包。这个不是必须的啊，如果你有自己的 APP 可以用来练习，就用自己的。如果是用模拟器的话，也可以直接下载我上传的 APP。iOS 用于真机和用于模拟器的安装包是不一样的。模拟器的安装包它就没有证书签名这些限制，也不会过期。安装包和源码我会放在评论区。现在来说一下 iOS 这个编译真机安装包的过程。下载 APP 源码后，用插扣打开，然后点击项目的根目录，在通用这个标签这里，可以去设置一下这个最低的系统版本，然后点击签名这个标签，跟编译 WDA 类似，就是需要配置签名相关的一些信息，比如说这个 bundle ID 需要改一下，不要跟我这个完全一样，因为你跟我用的是不同的 Apple ID。然后选一下团队，然后这里的每一项都这样子去设置一下，修改这2项 OK。 然后这里去选择设备，在这里的话就选任意的 iOS 设备，这个指的就是真机。好，开始编译。编译成功了，注意一下，这里编译成功后其实已经生成一个安装包了，但不是完整的，我们需要打包一下。点这个菜单，好，打包好了。右键，在文件夹中查看，在右键显示包内容。好，这里就是我们需要的安装包，可以把它复制到测试项目中。我这里分2个目录，这个是存放真机的安装包，这是存放模拟器的安装包。OK， 然后再来看一下模拟器的，模拟器的就更简单了，在设备这里选择任意 iOS 模拟设备。如果你还没有下载任何的模拟器，可以点这里，选择模拟器这个标签，点击添加，然后就可以选择你需要的机型以及对应的这个系统版本。这里如果没有你想要的系统版本，可以去下载更多的模拟器。OK， 这我就不演示了。这里选了模拟器的设备，去编译一下。
编译成功了。这里打开这个编译的文件夹，选这个模拟器，这里就是我们需要的。存这里。好了，接下来就进入正题，说一下 iOS 自动化的一些 capabilities。看一下官方的文档，这个 capabilities 分了几类，这个通用的这部分就不讲了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安卓自动化相关的视频，因为是通用的，没什么区别。那这一期主要讲一下跟 APP 相关的这个 capabilities。这个 bundle ID 就是代测 APP 的一个标识，就是告诉 Appian 你要测试的是哪一个应用。这个的话是指定启动时需要打开的页面，这个本身是需要代测 APP 支持的话才可以用。这个 URL 一般是跟开发人员去获取的，可以理解成是进入特定页面的一个快捷方式。这个的话就是安装包的位置，这是强制安装代测 APP。如果设置为true的话，就是无论之前是否已经安装代测 APP， 每次测试的时候都会重新安装一遍。然后这个是获取存储 APP 本地化字符串的一个路径。可以展开安装包看一下，比如说真机这个，就是这个路径，或者是这个路径，就是这一类，以这个后缀结尾的。如果是多语言的话，它就是会有多个这样子的文件夹，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啊。其他 APP，这一个的话是指定一个或者多个除了代测 APP 以外需要安装的一些关联的 APP， 比如说 APP 之间可能会有一些交互。这个的话是语言设置，这个是会影响系统全局的啊。如果你设置之后，系统的语言就会变成相应的语言了。这里还有一个语言环境的参数，主要是为了区分同一种语言的多种文字，比如说中文它有分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，而繁体中文在不同地区可能也会有一些差异，比如说香港和台湾使用的繁体中文。这个呢是设置系统的日历格式，只适用于模拟器，真机用不了。注意一下是日历格式，不是日期格式，比如说公历、农历之间的区别，还有什么像这种佛历啊、波斯历等等。如果 APP 内有跟日历相关的内容，可能就需要测试不同国家的不同日历。这个的话是安装或升级 APP 的一个超时时间，只适用于真机。不过一般的话就不需要特地去设置。最后这个是 APP 的时区，在 APP 测试期间会使用这个时区，测试结束之后就失效了，它不影响系统的时区。这个的话可以用来测试 APP 中某一些与时间相关的功能，比如说如果你的代测 APP 需要发布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，可以验证一下在相应地区的这个时区下，功能是否正常。现在来演示一下，先启动 Appian 服务，看一下这些参数。本期的话用模拟器来演示，
所以这一些真机相关的一些参数就不需要了，可以注释掉。像这些模拟器的话是不需要使用预编译的 WDA 的，因为直接自动编译基本上不会有问题。这个参数的话是指定你要测试的模拟器，填的是模拟器的名称。OK， 这个 bundle ID 就是刚才说的这一个待测 APP 的这个 bundle ID。然后安装包的路径也是要填这个模拟器的安装包的路径。那我现在就是用的是一个相对路径啊，就是在这里这个目录下面。好，强制 APP 安装，设置为 true， 每次测试的时候都会安装一遍。然后设置中文，简体中文。日历的话，我用这个指的就是我们的农历。时区呢，就直接用这个美国洛杉矶的，等会可以验证一下是不是。好，测试用例这里的话就是什么都不做，我们就只是截个图就行了。在开始测试之前，先来看一下这个模拟器，它的日历，现在这里是公历啊。现在来运行一下，注意看这上面会有一个时间的显示，可以看看是不是洛杉矶时间，跟我这个系统的时间对比一下，看这个时间跟这是不一样。OK， 测试完成了，可以先来看一下日历。你看，确实显示成农历了，因为我们刚刚这里设置了这个日历，使用的是农历。然后看一下截图，这个上面是系统的时间，这里的话是我们设置的这个洛杉矶时间，确实是不一样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验证这个参数。就是这一个待测 APP 我们刚刚已经安装过了，然后我现在再测试一次，可以观察一下，你看它又重新安装了一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OK，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，如果觉得有用的话呢，可以关注一下，那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